我助皇帝一统天下，可他却听皇后的建议，要将我斩首。下令那天，文武百官跪满整个大殿为我求情，裴思年却视若无睹，当即下了第二道令：为温行云求情者斩。他似乎是忘了5年前是谁在泾阳跪求贤士出山，将誓言说得撼天动地，也似乎忘了是谁以3000军退5万军，终结了他实战失败的历史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算尽天下，未算人心。我冷笑着将3日前刚戴在头上的丞相之冠扔在地上，遂拔剑自刎。黄粱一梦，欲重来。再睁眼，我已躺在了小舟上。舟上有一老翁，见我醒来，端了一盏热茶递到我手上。行云先生，你醒了。先生假死脱险，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去哪儿？我接过热茶，微抿一口，只觉苦涩难言。老翁看出端倪，笑道：委屈先生了。多年来您身居高位，吃穿用度皆是上品，而老朽不过一介草民，能奉上的已是竭尽所能。我放下茶杯，看向他缝缝补补的衣衫。裴思年的皇宫中，这样的衣衫甚至不配做灶台上的抹布。老翁并非平民百姓，而是京中商户。商户尚且如此，平民百姓又该如何？我望向江面，心中怅然。两国交战100年，民不聊生。本以为天下安定，便可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可如今天下大定，再无战祸，百姓却悲惨更甚。土地充公，赋税增收，举万民之力建造景阳楼，只为博皇后一笑。我逃得出生死，却逃不出百姓悲怆的目光。既如此，那便再来一回，以偿我弑君不实，注重谋天之过。我摘下发冠，尽饮杯中之茶，任凭发丝在风中凌乱。老翁见此，惊得险些坐倒在地，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行云仙，姑娘，你竟是女子？是啊，世人皆不知我为女子，除了皇后娘娘。我笑答：乱世之中，女子多有不便，我装作男子，以便行事。然听闻襄州陆怀酷爱与谋士同席而免，思来想去，又觉得还是女子身份更为方便。姑娘是要去向州头陆怀，他可是曾经的北齐之君，不知道在姑娘手下吃了多少的败仗。姑娘若去，此行甚危啊！老翁神色担忧：无妨，为天下者，当不惧生死。话毕，江风止，江水载舟，悠悠向襄州。到达襄州时，已是深夜。老翁回返京中，临行前将船上所剩茶叶都送给了我。我本欲拒绝，老翁却道：民生之苦有如此茶，姑娘有盖世之才，却误是庸主，实属可惜。如今姑娘欲追明主，老朽以此茶相赠，唯愿姑娘能时常喝些，时常益些。我没再推辞，怀揣这包茶叶，到了襄州的城门前。守城的士兵们见到我是个女子，眼睛似要放出光来，但未有冒犯，只是例行交代道：今日城门已关，姑娘若要进城，请明日天亮再来。我看向四周，襄州地处偏僻，城外一片荒芜，实在不适合过夜。于是喊话道：劳烦好汉向你主通传一声，就说温行云特来拜会。一士兵正欲去报，转身的一瞬间却僵在原地。姑娘说的是南诏军师温行云？是也不是，我已部署南诏，烦请好汉通传。姑娘是在说笑吧？我等虽未见过温行云，可也知道此人是个男子。好汉若不信，那便只传一句吧。就传去岁大雪，10里长亭，主公欠我一个救命针。约莫1刻钟后，我见到了陆怀，曾经的北齐之主，如今已没有半分当年的帝王气概，但眼中仍有不甘。他翻身下马，整理了下有些凌乱的衣衫，细细打量着我，良久才道：在夏雨先生打过那么多交道，竟没看出你是女子。襄州比起南诏，夜晚寒凉，寒风穿透衣衫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陆怀见此，笑得爽朗。行云姑娘通晓世间万物，却不知相州天寒，为自己备上厚实的衣裳。说罢，他大手一挥，随行的将士牵出一匹战马来，将缰绳放在了我手中。我看着这马，苦笑，见笑，我不会御马之术。身后哼笑声四起，陆怀轻咳一声后又归于平静。这确实是个奇事，从古至今那么多晦涩难懂的圣贤书籍，我一学便会，可唯独这马术，我学了10年，仍是毫无长进。真是难得见到姑娘窘迫的一面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府将士向来骑马出行，府中未有马车，城中百姓此时也已入睡，不便叨扰。姑娘既不会骑马，那我同你一并步行回城可好？我应声，他将身上的狐皮大氅脱下，披在我肩上，又下令让其余随行将士先行回府。月色如水，肆意倾洒在这条回府的道路上。百姓的房屋矗立两旁，行走其中，偶尔还能听到轻微的鼾声。家家庭院放着粮食，却又大敞门户。有些识字的人家，门前甚至还挂了木牌，上面用不甚美观的字迹写着：若战有所需，尽可取之。这样的场景，于南诏而言却是天方夜谭。我想起裴思年，3年前，他跪在泾阳云桑山下7日7夜，不饮不食，求我出山相助。第7日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我以为能浇走他，他却屹立不倒。我终是不忍，着男装站在了他面前。他抬头见我，大喜过望，当即立下誓言：我裴思年，今日若能得行云先生相助，来日必当一统天下，解救万民于水火，置江山安社稷。若有
为此事，便叫我击碎万段，不得好死。可后来，陆怀看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。我听说你已经死了，我还觉得可惜，为你挂了丧。没想到你还能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更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们还有机会像老友一般，走在这条已经望到尽头的路上。我看向前方，陆怀，这条路是不会有尽头的。陆怀无奈一笑，星云，襄州城中仅剩2万军了，可是裴思年却有200万大军。去岁十里亭，在下穷途末路之时，姑娘下令将我放回襄州，我尚得苟延残喘几日。可如今裴思年大定天下，襄州这片土地已然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怕是不出月余，他的大军就要到城门下了。那你作何打算？我看着他。兵临城下之日，以我这颗项上人头开城县乡，换2万将士，及城中百姓无虞。陆怀指着自己的脑袋，月光穿透了他的发丝，映在脸上。我没作声。我和他见过很多次，战场上两军会谈上，可我从未以这么近的距离观察过他，也从未发现他才是真正配拥天下之人。良久，我下了决心，跪在陆怀面前，我愿追随主公，助主公重得天下。陆怀见此，急忙要将我扶起。星云，我已任命，不会再牵连任何人。你好不容易从南诏逃脱一死，何必再同我葬送在这襄州？我纹丝不动，主公不必试探我，我既来了襄州，便是诚心相助。你如何知道我是在试探你？我指了指他已鲜血淋漓的右脚，若主公真心放弃，便不会急得连鞋都不穿就来见我。陆怀将脚往衣袍下收了收，将我扶起，笑道：果然，我什么都瞒不过星云。从前打仗时，如今也是。原本我是已经任命放弃了，脖子都洗干净了。可前日探子来报说你被裴思年逼得自刎死于宫中时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。温星云可以死在战场，可以死在权谋之中，却绝对不会死在夫人的宫廷大殿。你的金蝉脱壳之计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我。你来了，襄州就一定还有救。想当初与你交锋的第一战，你可是以3000军将我5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啊！我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，笑道：那主公的脖子实在是洗得太早了。陆怀又将我从上到下细细看了一遍。只是我实在没想到军师竟是女子。世人皆以为女子柔情寡断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既做不了后方运筹帷幄的军师，也做不得战前厮杀的猛将。只有绝世容颜的美人，方可凭借美色流传百世。可军师现在告诉我，天下第一的谋士温行云竟是女子，当真可叹。我只觉似被戳中了心中隐痛，收了笑意。主公过誉了，没什么可叹的。我误视庸主，便是被妇人之仁蒙蔽了双眼。陆怀意识到说错了话，转移话题道：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我会通传魏瑶，告送2位将军到府一事。只是你毕竟曾是南诏军师，2位将军在你手下吃了不少败仗，明日相见，空起争执，军师可有应对之策？不必应对。我对上陆怀疑惑的眼神以诚相待即可。陆怀听后满面愁容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2位将军都是关二爷一般的义气中人，陆怀这般光景，说到底还是我追随裴思年导致的。他只怕那2人不会买我的账，甚至会提刀砍了我为北齐战死的将士复仇。可越是这样的人，越要以诚相待，绝对不可虚与委蛇。明日我同2位将军会面之时，无论发生何事，主公都莫要出言劝阻。为何？我与2位将军的芥蒂，还需我们自行解决。主公若插手，只怕他们是遵从主公，而不是信服于我。那就依军师所言。夜色如墨，我终于踏上了正确的路。翌日，我尚未起床，门外粗犷的吵闹声便传进了客房。什么？温星云还没死？他在哪儿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要把他剁成肉馅包饺子，放在兄弟们的坟前祭灵。魏瑶，你来之前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不许胡来！温行云现在是我军军师，万不可对军师不敬。主公，你是不是被裴思年吓傻了？让温行云做军师，他可是我们北齐战败的罪魁祸首啊！是啊，主公，你看看这襄州，半城都是兄弟们的坟墓啊！你让温行云做军师，不如今天把我和魏将军一起砍了来的痛快。是啊，对，主公舍不得砍温行云，就把我们2个砍了吧。你们2个说什么混话？反正我们今天一定要砍了温行云，为战死的弟兄报仇。高将军说的对，必须得砍了他。客房外争吵不休，我穿戴好京城陆怀让人送来的女子衣衫，不紧不慢地打开了门。魏瑶见到我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质问陆怀：主公，你居然还给温行云准备了美女？坟里的弟兄们见都没见过这样的美女。陆怀轻咳2声，介绍道：不得无礼，这位便是行云军师。温行云。魏瑶的眼睛自上而下将我扫视了一番。女的，主公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我在战场上远远的见过温行云，那明摆着是个男人啊！将军觉得眼见便一定为实吗？我问道。魏瑶自信地挺起胸膛。那当然了，眼睛看见的不是真的，那什么是真的？那位将军可还记得2年前丰邑一战？丰邑。魏瑶的脸色阴沉起来。丰邑之战，魏将军勇猛，
将南诏5000大军逼至关外，却在返回途中遭到了2万南诏精兵的围剿，致使1万北齐士兵葬身丰邑，是也不是？魏瑶没有吭声，手却已经握紧了腰间佩刀。魏瑶，有些时候你能看到的，只是他人想让你看到的，并不是事实。就如同那5000被打败的残军，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而已。你还真是温星云！魏瑶说着，一把拔出佩刀，架在我的脖颈上。今日我便用你的头颅去祭奠我那些战死的弟兄们。为臣者，弑君以忠。我曾在裴思年帐下为臣，自是要尽忠职守。魏将军在战场上难道就没有杀过南诏的士兵吗？魏将军要杀我，那便杀吧，杀了我，正好可以提着我和主公2个人的头颅，向裴思年讨要2份赏赐。说罢，我闭上了眼，任由大刀划破我的皮肉。魏瑶却犹豫了半天没有动作。良久，我肩上没了压迫感，再睁开眼，他已跪倒在了我面前。你可是能救主公？我没答话，不懂我的意思，毫不含糊地踹了高松一脚，高松随即也跪了下来。我这才俯身将2人扶起，答道：不是救主公，是救襄州。若可以，一想救天下，为万民赎罪。军师可是有何妙计？魏瑶率先问道。听到魏瑶叫了军师，我心中的一块大石也算落了下来，答道：倒也算不上什么妙计，不过是知己知彼罢了。话落，我只觉颈间一阵刺痛，回头看去，陆怀正拿着药瓶给我上药。他见我看他，面上浮起一层红晕，收了药瓶，故作镇定道：敢问军师，何为知己知彼？我剜了他一眼，接着说道：裴思年虽拥兵200万，却为人傲慢，在他眼里，区2万兵的襄州早已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出兵不会太多。但他杀了我之后，朝中无谋士，又多少会顾及陆怀早年之勇，兵力也不会太少。算下来，约莫10万兵，领兵之人应为宣茂、程虎2位上将，2人勇猛，却无心计。襄州之战，可巧战，不可硬拼。襄州前有大江，后有崇山峻岭，此为瓮中之势，可瓮中捉鳖。南诏大军来时，请主公率百骑在城门线上响表，佯装投诚，以巡视大军为由，诱敌深入。魏瑶率5000军埋伏在口岸，待有半数裴军进城后，在水下放置巨石，断了他们的后路，速度一定要快。高松率余下15000军在瓮城设下埋伏，双倍所用大道，以作疑兵。待所有裴军进入后，与魏瑶里应外合，夹击裴军。此次裴军必败，未尝久计，切记杀伐为次，俘获为主。听了我的这番计策，高松看我的眼神已然多了3分尊敬，但还是满脸不服道：姑且听你一回，若是情况有异，我再砍下你的头颅给兄弟们祭灵。不出所料，高松的屁股又重重挨了魏瑶一脚。军师，你觉得裴军会何时来犯？魏瑶问道。我看向陆怀，同主公猜想的一致，月余即到。1月后，裴军来袭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裴军2将被魏瑶斩杀，我军大捷，收编将士8万，缴获粮草、战船及军需辎重无数。魏瑶、高松2人对我再无不敬。裴思年闻此震怒，挥师亲征，刘皇后随行。夏日的蝉鸣淅沥，叫人头疼。陆怀也是，他打了胜仗，还没高兴几天，就又苦大仇深地坐在了我的客房里。行云这可如何是好？怎么办？也不知裴思年亲征会带多少兵马。我知道他是有意而为之，于是抿着那日老翁赠予我的茶水，不紧不慢道：没办法了，看来主公只能像那日同我说的一般，城破之日将项上人头奉给裴思年了。陆怀这才安静下来，面色严肃地看着我。当真？我无心与他玩笑，喝下最后一口茶。裴思年亲征，声势浩大，不可正面交锋。不过好在他带了1人，我们或许可借此人免于一战。谁？刘皇后。我顿了顿。裴思年的大军多半会驻扎在下游的涪陵郡，待其安顿后，你便派人到裴军大营散播消息，务必要让裴思年和刘皇后得知我还活着。军师此举可是以身作饵？陆怀面色担忧。我知此行凶险，但目前来看只能如此。我直接将话言明，断了他劝我的心思。陆怀一听懂了我的话外之音，不再多言。3日后，裴军在涪陵郡扎营，当天下午给襄州递来了2封请帖，一封是给陆怀，另一封便是给我的。发2封请帖的用意也是相当明显，一则是在告诉我们只邀请我们2人，二则我们2人都要去。我带着陆怀站在裴军军营前时，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，这些人同样也看到了我，只是我穿着女装，他们有些不敢相认。我所行之处，议论横生。这姑娘好生貌美，我活到现在也没见过这么美的姑娘，可为何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我也是觉得有些眼熟，有些像行云军师。不会吧，行云军师不是死了吗？而且军师是男子，我也没听说他家中有姊妹啊。是啊，军师忠义无双，又怎么会与陆怀同行？此人定不是军师。忠义无双？呵，军中巡营的士兵尚且知道我忠义无双，裴思年夫妇却不知，一心只想将我斩于刀下。如同现在这般，明面上为慧燕，却在主将营帐中暗藏了100余名刀斧手。我扯了一下陆怀的衣角，低声道：一会儿无论发生何事，主公都莫要出手，只需跟紧我。陆怀点头答应，跟着我进了大帐。
帐内两旁共坐了7名我熟识的大将，1位从未见过的谋士，主位则是裴思年、刘元一2人。我尚在人世的消息他们都已知晓。裴思年与众将见到我只是端详过后，讶异于我是女子。倒是刘元一，自我入帐以来，眼底便藏了一层愠怒。裴思年率先向我敬了杯酒。温相国多日不见，本以为相国早登极乐，没想到你非但没死，还摇身一变成了陆怀的机器人。早知爱卿是个美人，朕就封你做贵妃了，何必在这小小的襄州受苦？陆怀闻此，握紧了拳头便要起身，被我一把压下。帐内顿时一阵哄笑，可我发现这其中有4人并非真心嘲笑，时不时看向我，眼神闪烁。我记得这4人都是2年前我亲自从新兵营里选出的良将。此时那个坐在上位的谋士以及主位的刘元一都死死地盯着我。我举起酒杯回敬道：“裴兄说笑了，我并非姬妾，而是北齐军师。”裴思年脸色黑了下来。襄州之战是你用计。我微微一笑道：“在其位谋其职罢了。”好一个在其位谋其职！你别忘了，你是南诏的军师，如今转投北齐，便是叛国。此刻的他眼里不是愤怒，而是恐惧。他惧怕我像当初帮他一般助陆怀夺得天下。裴兄莫不是吃醉了？难道裴兄忘了南诏的军师已经被逼死在你那金雕玉砌皇宫里了？裴思年不善口舌之争，那位谋士率先将话接了过来。行云军师此话便是不忠了。你我身为臣子，雷霆雨露皆为君恩，怎么能说是被逼死？我细细打量了一番此人，莫名觉得熟悉，却想不起来到底是何人，于是问道：“请问阁下何人？”他愣了片刻，随即答道：“我乃云桑山人玉。”难怪，原来是师出同门。我看着他，笑道：“云桑山难道没教过你，是君以忠，当以君非庸主为前提？为君者，可蠢可奸，却不可庸。你且看看你上面那位陛下，残害忠良，奢靡无度，贪图享乐，罔顾民生，他难道还不算庸吗？”人玉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难道不是你亲手将江山送给陛下的吗？不忠不孝之辈，有何颜面斥责他人？人玉！刘元一面色沉重，他最厌烦别人说裴思年的江山是靠我打下。人玉住了口，我却没有要住口的意思。我举起酒杯，上敬苍天，饮尽杯中之酒，勿视庸主，致使江山落入贼手是我之过，我愿在此立誓，助明主取天下后，以命偿还，不负万民。助明主取天下。裴思年缓缓站起身来，看向我和陆怀。你以为你们2人今日还能走得出去？说罢，他一挥手，把名刀斧手倾巢而出，将我和陆怀团团围住。陆怀挡在我身前，手腕处青筋暴起，大有宁死不降之势。我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主公不必慌张，只需信我。”陆怀这才放松了下来。裴思年见此，脸色又黑了些，下令道：“杀了陆怀，活捉温行云。”刀斧手却面面相觑，许久没有动作。抬眼看去，方才那4名大将已将刀分别架在了裴思年及另外3位大将的脖子上。放肆！你们是想造反吗？裴思年声音颤抖，生怕下一秒便会人头落地。云桑山只习文，人玉不会武功，自然不敢上前。刘元一一个深闺小姐，更是直接被吓得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放军师走。陈云台说道，他的大刀正架在裴思年的脖子上。见裴思年犹豫，他又将刀往下压了压。知道裴思年脖梗处渗出鲜血，他才咬牙切齿地命令道：“放人！”那些刀斧手听令，让出一条道来。我拉着陆怀径直跑了出去。今日约莫是15，月圆无缺，倒挂在树梢。我拉着陆怀不知跑了多久，直至一座山坡处才停。我体力不支，靠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背上附上一只温热的手，是陆怀在帮我顺气。一刹那，方才席上誓言涌入脑海，我直起身谢绝了他的好意。陆怀尴尬地笑了笑，转移话题道：“虽说已经脱离险境，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军师为何这次要以身犯险呢？”我没答话，直到传来整齐的行军声，才指着远处道：“主公，你看，这便是我的意图。”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满脸愕然。以陈云台等4将为首，20万南诏大军高举火把靠近，犹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。他们靠近后，齐刷刷地跪在了我和陆怀面前。末将见过主公，见过军师，虽为我而来，却先敬主公，后敬我。想来该是陈云台一早便打好了招呼，以防陆怀心生不安。我满意的笑了笑，示意陆怀将4将扶起。陆怀心领神会，将人扶起后问道：“将军这是何意？”陈云台看看我，思索片刻后回道：“裴氏恶贯满盈，我等不愿共事贼主，今欲追随主公，助主公重夺天下，开创太平盛世，以解万民之苦。你们将裴思年杀了？”陆怀问道。“没有，末将无能。裴思年此时应当已经被军师吓得坐船跑了。”陈云台扑通一声又跪在了地上。他自然不会杀裴思年，因为我不让他杀。裴思年出征前已立太子，南诏的大半军力亦在京中，若此时杀了他，非但得不到天下，还会将我们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样不划算。
陆怀急忙又将人扶了起来。怎会无呢？裴思年确实不能死在福陵郡，他跑了是好事，只是我不知，我这等文不成武不就的，怎配做你们心中的明君？主公不必文成武就，主公只需信我。我道，风过树梢，扫下片片落叶。我与陆怀对视，却在他的眼中见到了情。襄州地小，养10万兵尚可，可加上陈云台的20万兵，却实在艰难。于是我向陆怀提议攻打福陵郡。裴思年虽然跑了，但他在福陵郡还留有10万大军。任玉也还在福陵郡，若是能说服他归顺陆怀，那也是美事一桩。然而这美事却是我异想天开了。我与陈云台率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任玉却放了口棺材在城门口，以明死志。他自己则是站在城墙上破口大骂：温星云，你当真是狼子野心，不忠不义，你就是云丧山的耻辱！陈云台，你背主求荣，与温星云狼狈为奸，更是天下笑柄。今日我便以死明志，并亲手砍下你2人的头颅，以彰天道。陈云台见此，仰天大笑道：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就会装样子，只会嘴上功夫。你既是要以死明志，砍我2人头颅，那你倒是下了呀，在上面畏畏缩缩，算个什么好汉？任玉被他这话气得不轻，旋即就要转身出城。他身边的部将见此，赶忙去拦。陈云台就在下面起哄：任玉，你到底下不下？再拖下去，我可要自己进去了。说罢，他看向我征询我的意见。见我点头后，他大手一挥，福陵郡的城门便缓缓向两边打开。任玉看着这一幕，瞠目结舌。他到底是个没有天资的。陈云台投诚陆怀，他竟还敢用之前的布防守城。原以为师出同门有场恶仗要打，没想到竟是不战而胜了。大军进城，我跟着陈云台上了城楼。彼时任玉还在指着我2人的鼻子骂个没完，试图想以这种方式显得他自己有多么忠诚。可我分明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。陈云台也闻到了，他不似我，上去就要用手扯开任玉的衣衫。我拦住了他，是可杀不可辱，给个体面吧。话落，任玉捂着脖子倒在地上，而我的手正握着那把捅穿了他脖子的短刀。我让陈云台将他的头砍了下来，用锦盒装着快马加鞭送回了云桑山。天下要治，云桑山亦在其中。云桑山能走出这样的货色来，定是内部出了问题。我无暇顾及这些，将此头颅送回，应该也足够震慑些时日。势必，陈云台的亲兵统领跑了上来，上气不接下气道：禀将军，禀军师，属下在裴思年的大帐中发现了一个女人，那女人一见有人进帐，便以死相逼，属下不敢擅断，特来禀报。女人？我思索片刻，心中了然，下令道：应是南诏刘皇后，你且快马加鞭赶回，吩咐下去，不可随意进帐，只需看着她，别让她跑了即可，莫要伤了她。是。我进入大帐时，刘元一还在用匕首抵着脖子，他见来人只我一个，才将匕首缓缓放下，做出以往的高贵模样。他扬起下巴：温行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软禁本宫？我算什么？我故作思考，算是从北齐军队将你救出的救命恩人，或者算是给你夫君江山，让你能做得上皇后之位的人。喂！刘元一啐了我一口：本宫的皇后之位是本宫父兄给的，与你何干？我不欲与他争辩，此次前来看他，本也只是想问一个问题：你为何非要裴思年杀了我？我知天下将定裴思年不会留我，可我不知为何第一个开口的人会是刘元一，毕竟他与我而言，还算得上是曾经唯一的闺中好友。刘元一笑得张扬：温行云，你看得破世间万物，竟看不破情之一字吗？我与陛下青梅竹马，你若是男子，你我相安无事，可你是女子，有盖世之才，有这般美貌，又与陛下朝夕相处3载，你让我怎么容你？我也不过是想要自保罢了。竟是如此，我笑了笑。那为何你青梅竹马的少年郎将你丢弃在这福陵郡了？当然是因为你还活着，裴郎知道你是女子，厌弃了我。刘元一恨恨地盯着我，举起手中的匕首向我刺来。我正欲拔出短刀，眼前却出现了一抹冰刃冷冽的白光，将刘元一手中的匕首斩为2半。我回眸看去，是陆怀，此刻他的剑尖直指刘元一，眼中是汹涌的杀意。主公莫杀他，我留着此人还有用。我开口道，顺势压下了他取剑的手。刘元一受了惊吓，晕了过去。陆怀似是生了气，大喝着叫人进来，要将其关押在囚笼中，被我拦下。主公不必如此，一介女子身处敌营，做出些偏激之事也是情有可原。况且我还要用她向裴思年换些东西，还是善待为好，莫要折辱。他被我说动，不情不愿地挥手让人退出帐外。好吧，那便依你所言。我将刘元一安顿好时，陆怀已经在帐外等我许久了。他看着我，语气不知是担心还是愤怒。你不善我，日后便不要独自做事了。我让陈云台跟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。好，我没拒绝。若是多言，怕是不知要争论到何时。他没想到我会这般干脆利落的答应，一时语塞，最终气冲冲的转头就走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。是呀，主公也不过是个20出头的少年郎罢了。我又看向身后，笑容僵在脸上。帐内之人，又何尝不是正值年华的少女呢？他那青梅竹马的少年郎，若是真的心悦于他，又怎么会爱上别人，将他孤身一人丢在这军营里呢？那
个小时候牵着我的手，说我日日困在书院中无趣，要带我去西市看杂耍的小女孩，也终是回不来了。近日来，因裴思年亲征之事，我睡得都不甚安稳。今日好不容易睡得深沉，却在半夜时被一阵喧闹声吵醒。我坐起身来，不安的感觉席卷全身，睡意全无。穿戴好衣物，我循着声音的方向找了过去，心却一寸一寸地凉了下来。最终，我站在了刘元一的大帐前，帐内漆黑一片，男人的戏耍声中夹杂着女子微弱的求救。我掀开帐帘，眼前的景象令人作呕。3、5个士兵正压着衣衫不整的刘元一行苟且之事，空气中弥漫着肮脏刺鼻的味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大喝一声。那些士兵看清来人是我，慌忙穿好裤子，跪地求饶。我看向他们身后已经被折磨得不省人事的刘元一，让他们滚去帐外跪着，又将外衫脱下盖在他身上，传了女衣。直至女衣到时，我才出了大帐。动静闹大了，吵醒了不少人。出帐后，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不明所以的陈云台。谁的人？我问道。陈云台愣了片刻，缓过神来，抓住其中一个士兵的发髻，便往下抬。看清脸后，像是沾到了什么脏东西似的，将他一脚踹出去好几米远。回军师，陈云台欲言又止。这是裴思年身边的人。有一瞬间，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让陈云台再次复述了一遍，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样的。与此同时，女医也走了出来，跪在地上向我禀报：军师，刘皇后她没有大碍，只是有了身孕，今日受了惊吓，需静养调理。什么？我只觉一阵头晕目眩。行军多年，我见过那么多杀伐果断的狠绝之人，可我从未见过如同裴思年这般的禽兽。为削刘家之势巩固地位，竟这般作践发妻。这样的人，天下在他手中1日，便是多1日的危险。我从陈云台腰间拔出刀来，将脚下跪着的杂碎一一斩首。此后，我一直等在陆怀的帐外，直至天亮。行云，你怎会在此？太阳升起，陆怀的声音自我头顶传来。我睁开眼，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竟已在军帐前的草垛上睡着了。陆怀伸出手来将我拽起，用衣袖轻轻拂去我头发上的露珠。我下意识躲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，拱手道：主公，我已想出与裴军交涉之策。他放下手，神色黯然，进帐说吧。帐内，我又拿出了老翁赠予我的茶叶，泡在杯中。许是好奇，陆怀端起杯子尝了一口，表情扭曲，看上去很是有趣。他皱着眉头问我：可是军师的房炉不够，竟喝这般除了苦涩别无他味的茶水。我夺回茶杯，一饮而尽。主公或许不知，南诏的平民百姓便是这样的茶也喝不起。陆怀无言，沉默片刻后问我：军师方才说已想到交涉之策。我伸出3根手指，以刘皇后、换粮、齐、景3州，再加20万大军。陆怀面露为难：军师，你会不会要太多了？刘皇后毕竟是被裴思年丢弃的，所以不能找裴思年要，而是找刘氏要。我将昨日之事尽数告知于陆怀，尤其强调了刘元一有孕一事。刘氏执掌100万兵权，屯兵禹州，对南诏江山虎视眈眈。若知刘元一有孕，必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换回。陆怀点点头，却又皱起了眉头。只是该派何人去与刘家交涉呢？我站起身来，拱手作揖：主公，臣亲去。不可！陆怀面色愠怒：你身为女，身负重任，怎可冒险？此事非臣不可。我又将腰往下弯了几分。如今主公手下人马虽多，却唯有5将，营中仅臣一人善于口舌。主公若不许臣去，便是昏庸误事了。臣不愿再跟随庸主。陆怀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一甩退出了大帐。我直起身来，片刻后，魏瑶、高松2人站在了我面前。军师，我等奉主公令，随军师去往渝州，保军师周全。我看着这2人，想到陆怀愤愤的模样，觉得还是该给他个面子，于是道：也罢，那你们便整理行装，带100余人马随我去禹州吧。是。禹州交谈较为顺利，刘氏同意了我的要求，交出3州印绶、20万大军虎符，接回刘元一。一切交易结束后，问题却出在了我们临走之时。太守刘成将我们带来的兵马全部扣下，又把我和2位将军软禁起来，美其名曰要留我们多住些日子。我傻了眼，没想到刘成的野心竟这么大，大到想要独吞天下。他将我们软禁，是想逼着陆怀出兵营救。陆怀现在的兵力共计50万，可刘氏的兵力却有100万，何况他们还有这样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。他们这是想反水，将主公的军队一网打尽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是日日祈求陆怀看得破这般奸计，莫要上当了。2位将军心中也如同明镜一般，日日和我念叨，这是不想放我们走了。相防重兵把守，我也别无他法，只能每日宽慰2人，我们3条性命，一人换1个州，很是划算。2位将军觉得我说的有理，消停了几日，好在也一直没有陆怀起兵的消息。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却越发觉得不对劲。直至一天晌午，他们2人跪在我面前。魏瑶率先说道：军师，我们2人一人换1座城市划算，可军师不划算啊！得军师那可是得天下，哪是1座城就能换的？高松也附和道：是啊，军师，我们2人无所谓，军师必须得回到主公身边，我们这就杀出去，
给军师开路出城。说罢，这二人提刀转身就走。站住！我喝住他们。你们是不是被关傻了？打算凭二人之力打下100万宇宙兵吗？二人停在原地看着我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却传来了战鼓声以及熟悉的叫阵声。我心一沉，浑身发起抖来。完了，陆怀没来，陈云台却来了。这个不管不顾的愣头青，我都想象得到他和陆怀争吵的场景。他现在站在禹州的城门前，此战便不可免，可战则必败，20万大军必将灰飞烟灭。除非我能在开战前到达城门前，陈云台救了我，便不会开战。我缓过神来，片刻之间，2声决绝的杀又灌入我耳中。我试图叫住他们，可他们却再也没听我的话，杀得厢房外围血流成河。将士在前为我厮杀，我管不住，却不该辜负他们。我狠下心来，一跺脚跟在他们身后，大不了拼一把。若我真能到城门前，那便能救20万大军。魏瑶和高松确实勇猛，带着我一路杀到了城门前。只是城门紧闭，重兵把守，我们虽到，却不得出。2位将军也已身受重伤，2人身上都还插着逃亡路上被射中的羽箭。我们已至绝路了。一门之隔，陈云台的战鼓越敲越响亮，越敲越悲壮。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救我，可我不愿他们死在这里。我拔出佩剑，欲向前冲出去，还没迈出2步，就被一股强劲的力道拽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2道身影自我身边向前闪去，将我护在身后。军师，你不能杀他，你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北齐就有救。魏瑶嘴巴一边动，一边吐出一股股的鲜血来。他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去，无视守城士兵刺向他的刀剑，一刀接一刀地砍在拉门的铁锁上。我想去帮他，却被高松死拽住。我何德何能啊！不知砍了多久，不知魏瑶被刺了多少刀剑。终于，铁锁断裂，城门轰然打开，魏瑶跪在地上，再没有一丝生气。紧接着又是一股蛮力，我直接被扔出了城门之外，身躯重重摔在地面，咳出一口血来。回首望去，高松一人以血肉之躯挡在门口，凡是想要出城门抓我之人，都被他斩于刀下。可他只是一个人啊，没多久，他也如同魏瑶一般倒在了地上。情势危急，不允我在此扭捏，我努力爬起身，陈云台的战马也停在了我面前。没有多言，他一把将我拽上马背，大声下令撤军。我在马背上回头，刘成已站在禹州城门前，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，愤恨地用剑刺向已经战死的2位将军。陈云台察觉异样，单手将我的头扣在他胸前，沉声道：“军师莫看。”可不看又能如何呢？不看便能忘记吗？我痛哭出声，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如此的没用。他们身上血肉横飞，体无完肤，满是刀剑刺出的窟窿，却能将我保护得分毫无伤。那日将刀架在我脖子上的将军，今日却为我战死在了这禹州之地。我们回到福陵郡时，陆怀在大营前急得团团转。见我平安归来，他流下泪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到了嘴边却只一句：“回来就好。”他还想解释什么？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打断了他。主公为大局计，做得对。我在禹州的10日，最怕的就是主公出兵。主公实乃贤君也。陈云台听我此言，面色微动。他出兵之事，该给陆怀一个交代，却也不可叫他寒心。我想了想，正欲开口，陆怀就率先说道：“陈云台违反军令，擅自率兵出征，按军法当斩。然为损一兵一卒，立下大功，亦该赏。功过相抵，无罚无赏，下不为例。且先回帐吧。”谢主公。陈云台走后，陆怀看向我良久，问道：“星云，你可怪我？”“不怪。”我答道。我心里是真的不怪，甚至高兴于他肯顾全大局。为君者本该如此，绝不可为一人而祸乱天下。可是我抬头对上他的双眼，泪水止不住往下流。魏瑶和高松为了保我出城，战死了，我连他们的尸身都带不回来。陆怀伸出双臂，将我抱在怀中，似哄婴儿入睡那般拍着我的背。我能感受到他整个人正止不住的发抖，可我不敢抬眼看他。为君者怯弱的一面，从来都不是留给军师看的，而我只能是他的军师。1年后，京中来报，裴4年薨逝，刘成扶立刘元一之子裴章登基，自立相国，辅佐朝政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1年前，我以刘元一换3州，便是设局。我的本意从不在3州，而在禹州。禹州是天下重地，易守难攻，物产丰足，若得禹州，便可得天下。如今裴4年刚刚薨逝，刘成掌权，他想控制京城，势必要从禹州调配兵力。若我猜得不错，禹州现在正是空虚之时，要打禹州，定要趁现在。我将此事告知陆怀，他当即下令让陈云台率30万大军攻打禹州。未出3日，禹州的城墙上便插上了我军的战旗。1年以来，我们屯兵养兵，攻打一些小的郡县，再加上此次攻打禹州缴获的兵力，现在已经可以与南诏相匹敌了。于是禹州城破之日，我向陆怀上谏，重立北齐。陆怀允了，将登基大典安排在了3日后。可这3日之间，却出了件意想不到之事。我新提拔的文臣罗明向陆怀上表：主公若不自立，倒也无妨；若是自立，应先娶妻。人若无妻，如物无良。
主公盖世之雄主，若要自立，怎可无后？此言一出，众臣哗然，军心不稳。除了让陆怀娶妻，我也无措。登基大典前一天夜里，我站在禹州的城墙上，遥望这一片河山。你在看什么？陆怀低沉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，我却不曾回头。在看你的江山，我答道。他显然不太满意这个回答，良久又道：或许也可以是我们的江山。我没答话。他接着说道：行云，你可以做我的皇后吗？一记惊雷落下，黄豆般的雨点砸在我手臂上，绽开一朵朵水花。我想起我的罪孽，想起1年前在福临郡立下的誓言。他伸出手来，想将我往里扯一扯，却扯不动。我执拗地抓住城墙上的一角，违心道：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主公的军师。我背对着陆怀，看不到他的神情，只能听出他的声音愈发低沉。他问我：那军师觉得我应该娶谁？我怔住，却还是认真思考起谁最适合做他的皇后。上将军张昭之女吧。张昭是难得的将才，文武双全，忠义无双。主公明日登基后，可封其为柱国大将军，领禹州兵马。如此，他的女儿为后最是合适。那便依军师所言。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，我才回过头，他在城墙另一边看他稍显落寞的背影。彼时雨也停了下来，无数星辰钻出云层，遥望这片大好河山。相遇未必有缘，有缘未必有分，天意难违。登基大典如期举行，多年前被我打到只剩襄州一隅的少年，今日终于又戴上了帝冠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在大典上封了张昭的女儿张云瑶为后，此外还将我封为北齐丞相。历史上的女相总是会遭些非议，可我受封却是众望所归。陛下与皇后的背影渐行渐远，陈云台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，他喝得满脸通红，却异常清醒。他问我：相国，若是心悦主公，为何不做北齐皇后？我不欲多言，狡黠一笑：皇后有什么好的？皇后比得上相国吗？可军师从来就不是在呼官位之人啊！陈云台显然不信我的话，你怎知我不是？我就是知道。我没理他，端起泡好的茶，一饮而下。我一定要记住，我是为什么到的襄州，我绝不能忘了来路，妄想那些缥缈之物。陆怀登基，军心大振。数日后，北齐大军整装待发，直逼南诏京城。流程谨慎，不战不降，关了城门，龟缩城中。我军不知城中情况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只得将大营扎在城墙之下，结了裴军的粮草，以待时机。然京城不比地方州郡，屯粮兵力深不可测，我军所带粮草也有限，这样等下去，终究不行。于是，一个朗朗星夜，我将陆怀、陈云台等人灌醉，独自一人摸到了城门前。守城士兵见状，就要举剑将我射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高举南诏军师将令，士兵不敢冒犯，放我进了城。进城后，我拿着这块将令四处探查，果不其然，城中早已备下重兵。若北齐大军强行攻城，定会惨败而归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城中粮草不过支撑30日左右，而北齐大军的粮草却能支撑50日。只要陆怀再忍耐1月，南诏京城便可不攻自破。我大喜过望，急忙向城门跑去，欲出城将消息带回军中。可当我站在城门前时，等在那里的却不是守城士兵，而是皇室暗卫。他们不听命于物，只听命于人。我被御林军带回宫中，跪在我曾经自刎的大殿前。龙椅上坐着的是刘元一，他抱着裴章，居高自傲地看着我。温行云，我让暗卫在北齐军营中寻你数日，没想到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找我有何事？我欲起身，却被两侧的暗卫死死按在地上。何事？你说何事？刘元一忽然提高了音调，在场的人很自觉地退了下去。我也终于得到喘息之机，站了起来。温行云，1年前福临郡之事你都忘了吗？你嘴上说善待我，实际上呢，你派那些肮脏的兵卒来侮辱我。我一度想要去死，可我的张儿还那么小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我被骂得不明所以，问道：你父亲没同你说吗？那天晚上羞辱你的兵卒不是我的人，是裴思年的。他听此却突然发起疯来，怒吼道：你是个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！裴郎不会这样对我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们一个侮辱了我，一个杀了我的父君，还妄图将事情都再交给一个死人，我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我有些无奈，原来他是知道的。若是不知，还能同他讲些道理；若是知道却装不知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他见我不说话，更以为我是心虚使然，下令将我关进地牢。他已经疯了。我被关在地牢的第2日，给我送饭的狱卒支开了其他人，悄悄递给我一个药瓶。他看着我疑惑的眼神，皱着眉头吞吞吐吐了许久，才小心翼翼道：军师，这是剧毒，你吃下后不会有任何痛苦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见我半天无言，他又解释道：太后她下了令，今日午时要扒了军师外衣，装在囚笼中游街。我冷哼一声，果然只有女人最清楚如何惩治一个女人。在下杜业，曾是北齐战俘，受恩于军师，才得以苟活至今。我做梦都想报答军师，可我实在是无能将军师救出，只能换来此药，让军师不必受太多苦。杜业悲痛至极，流下泪来。我抬起满是血污的手，替他擦去眼泪，将药瓶收了起来。
我还不能死。如今京城满城伏兵，我死了，主公和众将怕是会失了心智，乱了大局。大业将成，不可为我一人而败。可是杜叶哭得更凶了。可是军师您举世无双，怎可这般结局？我的结局如何不重要？重要的是这天下的结局。狱中可有纸笔？我问道。杜叶点头，擦干了眼泪，从袖口中掏出了一沓纸来，嗫嚅道：“这本是给我写遗言的吧？没什么不好说的。哪怕不吃此药，我这些话也同遗言差不多了。”我共写了6封信，全都交给了杜叶。前5封信上所言，皆为平安，以安军心。第6封则是下令进攻，城中粮草只够30日，只要北齐军心尚稳，待到1月后，城中伏兵不攻自败。我同他讲道，这6封信还烦请你代劳，从今日起，按顺序每隔5日送1封到城外北齐大营，务必亲手交给我主陆怀。他含着泪答应。我又补充道，还有刘元一对我所做之事，亦或是我有何不测，你切莫告知北齐之人。刘元一虽做了准备，但他也不敢轻易惹怒北齐，只要杜叶不说，这些折辱我的消息应该就不会传到陆怀的耳朵里。我知道我的路就要走到尽头了。午时前一刻，刘元一站在了我的面前，脸上极尽得意，如同杜叶同我说的一般，他让人剥光我的外衣，又将我关在了囚笼中，用车推着囚笼在京城游街。他恨透了我，下令大街小巷、屋舍农田，无论多偏僻的地方都要进去走上一番。只是我与他都未曾想到，平日繁华的京城在今日却空无一人，就连拉车的车夫也从未抬眼冒犯。此刻望着空荡荡的长街，终究忍不住流下泪来。大雪纷飞，落在我的每一寸躯体上，为我覆上衣衫。我不觉得冷，只觉得心底温热。为天下，为万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翌日，刘元一得知昨日的情形，大怒之下将车夫当街斩首。不等我为车夫哀悼，他又派了人来将我带到他所住的长宁宫前。我到时，他怒气已消，同昨日一般得意洋洋，估摸着是有了折磨我的新法子。果不其然，刘元一玉手一拍，工人们便抬出一个木桶来。他亲自打开了木桶的盖子，指给我看，木桶中密密麻麻，遍布坚冰，这是定桶之刑。我双腿一软，倒在地上。任我是怎样的神人，也会怕痛。见我这般反应，刘元一高兴地大笑，跟给抬桶的工人2锭金子。几个工人会意，合力抓住我的手脚，将我塞在桶里，又将桶盖盖上。我蜷缩在桶中，动弹不得，一片漆黑，只感觉得到钉子的尖端正无情地划破我的血肉。倏地，桶体猛然悬空，又重重落下，剧烈摇晃起来，桶壁上的钉子深一下浅一下地扎进我的肉体。我想起长宁宫门前有一段很长的台阶，我无力反抗，尽量蜷缩着身体，痛得大叫出声，终于在木桶趋于平稳之时晕了过去。在醒来时，我以为我已经死了，因为我似乎感觉不到痛了。可下一秒，痛觉在一瞬间席卷全身。我强撑着垂手看去，入目之处血混着肉，在空气中隐隐散发恶臭。杜叶又在一旁哭，这次哭得比以往更凶些，眼睛红肿，像是被马蜂蛰了一般。他见我醒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。军师，我求求你将药吃了吧，你这个样子活着实在是太受苦了。我将手臂伸出牢房，扶住他的头，艰难张开满是血污的嘴，问道：我睡了多久了？他不再磕，哭的却是愈发凶了。军师已经昏睡了半月了，原本是活不成了，可太后不想让军师这么快死，每日都派人来给军师喂参汤，吊着军师的性命。那我还得谢谢他。军师，你糊涂了，他分明是要折磨你啊！我笑了笑，问道：我之前交给你的书信，你可有按时送出？送了，都按时送了。军师吩咐的事，我都会做好的。似是想到什么，他又开始哭。主公和陈将军问我军师的近况，我也都是按照军师叫的说的。可是明明军师在这里受苦啊！我看他哭成这样，有些心疼，想伸手帮他擦擦泪水，却碍于满身血污，无从下手，只好宽慰：无妨，这世间的苦是有定数的，我受的苦多一些，百姓受的苦就少些。当初我拥立裴思年，害得北齐大军尽散，兵将马革裹尸，害得黎民百姓受苦，这都是我应该偿还的。军师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，这就是我的错。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看着主公踏破裴氏江山。我从醒来那天开始，日日在刘元一派人来送药时装睡。杜叶若被问起，也是说我从来没有醒过。循环往复数日，刘元一许是觉得无趣，又觉得我必死无疑，不再派人来送药，也不再找我的麻烦。说实话，我对他也是怀有歉意的。若我没有扶持裴思年，他也做不成皇后，或许他还见得到他心心念念的少年郎。我哀叹一声，回首遥望这20多年，惊艳而荒唐。若是那日跪在云桑山下的是陆怀就好了，或许他也可以是我的少年郎。我不必假装看不出他的情意，不必眼看着他娶别的女子，可终究一步错步不错。余下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，直到最后一封信发出后，杜叶赶来告诉我说，陆怀的大军已经破城了，刘氏一族也已被斩首示众，陆怀正在赶来地牢的路上。他欢天喜地地拿出杀了狱管夺来的钥匙，打开牢房，想要背着我出去。
可他看到我身上密密麻麻被定筒扎出腐烂发臭的伤口时，又不知该如何下手将我背起。他急得直跺脚，我却释然一笑道：“杜叶，别忙活了，我活不成了，再给我一份纸笔吧。”杜叶哽咽道：“军师莫要胡说，军师有上苍庇佑，定能活下来。”他是真的很爱哭，想当初他被南诏大军俘获时也是这般，一直哭，哭得将军心烦，要将他斩于刀下，这才被我救下，留在我的帐中打杂。若真有上苍，那也是来与我兑现誓言的，怎会庇佑于我？这话我没同他说，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了。我哄着他道：“那你把纸笔给我吧，我与主公数日不见，想托你先送封书信与他。”杜叶这才乖乖地将纸笔递给了我。我提笔写下第一句话：“主公在上，吾今以此书与君永别矣。花开花落终有时，相逢相遇本无意。”想了想觉得不好，我将第一张纸揉成团扔在一边，再提笔：“天下之路永无尽，然臣之路却已至终。此为臣误事庸主之过，今明主得道，臣万不敢负当初扶陵之事，愿以此残损之躯偿还百姓万一。臣曾言，主公无需文韬武略，只需信臣。今臣远去，当言明主公，贤主不在文武，而在贤。于臣尊贤上公，赏罚分明是为贤，君臣一心方得百年。于民爱民如子，睦邻安边是为贤，民康物富乃立国之本。天下大业，百废待兴，万望主公莫哀莫怨，莫忘襄州来时路。臣之产业，请君相助，半数于杜业，半数散黎民。行云绝笔。魏瑶、高松啊，你们可看到了，这天下终究是有救了。定筒之刑的伤口遍布全身，疼痛之感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封信我写得异常吃力，平日清雅俊秀的字体，在此刻也变得不甚美观，如同我这一生明艳数年，在此刻寥寥收场。可这世间百姓，又有多少人是因我误事庸主而寥寥收场呢？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吧。我将此信交给杜叶，待他离开后，吃下了那日他递给我的药丸。杜叶没有骗我，药丸下肚后，我没有任何痛苦，便昏睡了过去。这样的好药，定是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。我庆幸留了半数资产与他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陆怀急切地跑向我，跪倒在我面前，痛哭着叫我起来。又看到了魏瑶、高松准备好美酒，招呼我快些过去。最终看到了树叶飘落，月光下，陆怀那双眼中满含深情。行云如雾，散于尘。我一倒在晨曦到来之前。